嗨，我是林卡卡啊！2024年真的过得太快了，我感觉自己好像昨天还在写2024年的新年计划，现在就已经在写2025年的了。我最近呢就对去年一整年进行了复盘，发现了有3个彻底改变我生活的人生观念。今天就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些改变，看看能不能也给你带来一些启发。那我们就开始吧。第一件事，不要把事情留到明天，不要拖延。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候，就明明有一大堆事情想做啊，但就是不想动，就想着说，哎，今天我好像很忙，今天心情一般，要不然就留到明天再做吧。你会发现，就明天之后，你就会留到了后天，然后下个礼拜、下个月这样子。最后呢，事情就会越堆越多，像山一样高，然后当然你自己也会越来越焦虑。我自己可以说是全中啊，包括这一条视频都是我本来是打算1月份把它拍出来剪出来，因为是做24年的总结嘛，结果就希望2月底之前能跟大家见面吧。但是呢，我自诩是从拖延症晚期患者变成了早中期患者吧。其中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干成了一件大事儿，我24年跳槽了，终于成功了。这个想法在我的脑子里大概已经有了2-3年吧，但就一直拖着没有行动。经过了2-3年的冥思苦想之后，我就发现时间好像不会等我，然后我一直在脑子里想，事情也不会真的发生。我是一个非常注重时间节点的人，我就从2024年的1月1号开始做简历、投工作，不断的投，每天至少投10个，最后竟然真的给我干成了，就特别惊讶。我为什么想了2-3年还没有行动，就是我要转赛道。我想要做的岗位，其实我之前真的是一点经验都没有，所以我就一直以来不太敢尝试嘛，觉得肯定没有公司会要我。但真的就试了3个月而已，就拿到了2个 offer， 然后现在就入职了其中1家。这件事情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真的光想不做是没有用的，行动才是唯一的解药。那在我实践的过程中，我就总结了2个方法。第一个，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每天其实做2到3件事情就好了。可以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在本子上写下2-3件小事，比如说我今天要洗衣服，我今天要学10个单词，就只是简单的做完这几件小事之后，在晚上你会发现自己的心情非常的舒畅，生活的满足感也会大大的提高。第2个建议呢，叫番茄工作法。如果你也跟我一样啊，就注意力有一点问题的话，真的是可以尝试这个方法。这是我最近发现的神器啊，也不能说最近了，毕竟它已经在我的收藏夹里放了很久了，只是一直没有试。这个方法就是你每工作25分钟，你就休息5分钟，然后再工作25分钟，就不要想着一下子我要聚精会神3个小时，这样太难了。它听起来其实很简单嘛，25分钟谁都可以做，但做起来会发现是有点逻辑在里面的。它可以帮你把大任务分成小块了，然后你做一小块东西，对比你做一大块东西的时候，你的心理压力也会小很多，然后你也会更投入，不会很焦虑。我自己作为一个注意力有严重问题的人，我会把它拆得更小。我会跟自己说，林卡卡，你今天就做5分钟，5分钟之后，你如果还是不想做这件事情的话，就算了，今天就承认是一个失败的人，真失败。但到最后呢，往往会发现你在经过了刚开始的1-2分钟之后，能够不去看手机，其实要让自己专注的做一件事情真的没有很难。而且我常常会进入一种心流状态，进入这种心流状态之后，那个工作效率真的是没话说。那你有没有因为拖延而错过什么好的机会呢？或者是曾经是拖延症的你，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想要跟大家分享，都可以在评论区里告诉我们。第2件事，想做的事情要勇敢尝试。我小的时候就经常会幻想，老师都会问你长大之后想做什么吗？我当时想的是，要么就当女企业家，就1年赚几个亿洒洒水那种，要么就是女歌手。
结果呢，我就一直走着安安稳稳的路，既没有去唱歌，也没有去创业，然后就毕业之后老老实实当了一个打工仔。其实这几年我会发现，生活中很多事情其实真的没有很难，但经常就是被不敢这2个字给困住了。比如说你想学吉他，但怕自己学不会；想去交新朋友，但怕自己会不会不太会说话，情商很低啊。那我呢，就在去年的9月终于开始做 YouTube。我应该是从10年前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是想做一个自媒体博主，没错，我就是这么拖延了10年。一直纠结的点就是那些就怕别人看到嘲笑你怎么办，或者是没有人看那个时候会感觉很多那种大博主其实都是运气很好，本身很有才能，或者是有公司在背后运作，就觉得我作为一个这么平凡的人，我做的内容怎么可能会有人看？但就最近几年呢，年纪大了之后，开始觉得好像我自己的形象也没有那么重要。很多时候你想做什么东西，就一直纠结，它根本不会去发生。然后我就开始做了，最坏的结果就是没有人看嘛，或者是身边的人看到。如果身边的人能看到，说明我可能火了；没有人看的话也没差。我至少在这个过程中，我去尝试了，而且我会收获很多快乐嘛。我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还会成长。我最少我有学拍视频剪视频这一些技能，没准什么时候就会有帮助，也说不定。Nice。其实一直以来，我觉得 Elon Musk 他的人生都挺激励我。虽然对他的评价可以是褒贬不一，但我自己是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勇敢的人。比如说他在创立 SpaceX 的时候，就前面几发大家都知道都失败了嘛，然后自己还差点破产了，但最后的最后，他竟然真的做到了。你看 Elon Musk 他本身已经很成功了，他都能接受这个社会对他不同的嘲笑批评褒贬就什么类型的这种评论他都能接受。那我做的视频只是没人看，好像就真的没有太多需要去纠结的。遇到这种想做但是有点不敢的事情呢，建议就是去想一想最差的结果会是什么。如果这件事情最差的结果你都可以接受的话，那这个时候唯一阻碍你的就是自己的行动了。那这种情况下，你不试试看，还在等什么呢？第3呢，要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从抱怨到感恩。以前的我可以真的说是一个抱怨狂魔，我天气不好的时候抱怨，计划被打乱抱怨，甚至我老公只说了一点我不太爱听的话，我也要抱怨他。结果呢，生活好像真的就变得乌云密布，很多不满意的事情，觉得很累。后来我就看了一些心理学的书视频就开始试着换个角度来看问题。比如果原本计划打羽毛球，终于鼓起勇气要去运动了，结果就天气特别差，然后就没有办法要取消。以前的我就会去抱怨，就太倒霉了这样。那现在的话，我会尝试去换个角度说，本来的计划被打乱，我现在就多出来了半天的时间，我是不是可以去看一部我喜欢的电影或者是做一做我收藏夹里放了很久却一直没有时间尝试的那道菜呢？你就会发现，心态一变，连世界都亮了。我记得 Oprah Winfrey 是美国的一个很有名的主持人嘛，他就说过，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取决于你如何看待生命中的每一个挑战。他的童年，我记得是真的非常非常困难的，应该比我们在座大部分的人的童年都要更黑暗。但他就是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克服这些困难，通过这种很积极的心态，现在成为了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女性。在这个话题里呢，其实建议就是2个，一个是转换视角，尝试从积极的眼光去看待一件可能本身看上去很消极的事情，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其实没有那么糟糕，然后生活也没有那么糟糕。第2点是接纳自己的负面情绪，像生气难过这些情绪其实都是很正常的，不要尝试去压抑自己，允许自己有负面情绪之后来总结反思，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进步的地方就好了。OK， 那以上就是3个我总结出来的改变了我人生的重要观念，希望这些分享呢能带给你一些启发和鼓励。如果你觉得有帮助，别忘了点赞、订阅以及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哦。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